玄天上帝传说与由来。上，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，真武当摩天尊，北极震天真武玄天上帝，其象征28宿中的北宫玄武，为统理北方之道教大神。北方在五行之中属水，能统领所有水族与水上事物，故兼海神。因北方在五色中属于黑色，又称水黑帝。玄天上帝亦是明朝镇邦护国之神，降妖伏魔之神，战神，是中国道教尊奉的重要神祇之一。他的传说渊源深远，融合了道教、佛教、儒教等多重文化元素，成为华人世界广泛信仰的神明。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，北极玄武，属于道教中的北方之神。玄天上帝被认为是天地派遣管理北方的神祇，主掌北方七宿和北方阴阳两极的运作。它还与玄武星宿相关联，而玄武则代表着道教文化中的龟蛇图腾，象征住水与长寿。玄天上帝的形象通常为一位手持宝剑、脚踏龟蛇的威严神明，他身着紫色袍服，头戴宝冠，象征住天地的权威与神力。龟与蛇在道教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，龟代表长寿与稳重，蛇则象征住变革与智慧。这些元素的结合使玄天上帝成为力量、智慧与保护的化身。玄天上帝的传说多种版本，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丰富。以下是几种主要的起源传说。道教经典中的记载。道教经典《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》中提到，玄天上帝本是北方七宿之灵，因积德行善而被封为神。他被认为是北极星的化身，具有无穷的神力，能够驱邪避灾，保护信众。明代皇帝与玄天上帝。在明朝时期，玄天上帝的信仰得到了广泛传播。据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梦见玄天上帝显灵，助其平定天下，因此朱元璋特别崇奉玄天上帝，将其视为皇权的守护神，并在全国各地大建玄天上帝庙，进一步推动了玄天上帝信仰的普及。民间传说中的真武大帝。民间传说中的玄天上帝即真武大帝，原本是天庭中的一位武将，由于对世间的慈悲之心，决定下凡拯救苍生。他以清修的方式锻炼自身，最终成仙，并被封为玄天上帝。另有传说认为玄天上帝是太上老君的化身，为了引导世人修道，特意降临人间，传播道教的智慧与教义。玄天上帝信仰的扩展过程与中国历史、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。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传承。南北朝时期，道教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宗教，玄天上帝信仰已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。隋唐时期，随着道教的进一步制度化，玄天上帝逐渐成为道教神祇体系中的重要角色，被视为北方的守护神，并与其他四方神明共同构成完整的宇宙保护体系。宋元时期的广泛传播。宋元时期，玄天上帝信仰得到皇室的推崇和保护，成为官方和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明。宋朝时期，宋徽宗钦定玄天上帝为真武大帝，并对其信仰大加扶持。此时，玄天上帝庙遍布全国，各地信众众多，影响力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地区。明清时期的鼎盛。明清时期，玄天上帝信仰达到了鼎盛。在明朝，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大力推广玄天上帝的信仰。
将其作为国家保护神进行供奉。清朝时期，虽然皇室更倾向于藏传佛教，但玄天上帝的信仰仍然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尤其在南方沿海地区，成为海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关于玄天上帝的诞生，有多种不同的传说，这些传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神圣力量的崇拜与人们心中的信仰寄托。天地之子说，玄天上帝的诞生传说中，最具影响力和神秘色彩的要数天地之子说。这一说法源自道教的传统，描绘了玄天上帝如何从天庭的尊贵神子转变为一位心系人间、守护苍生的神奇。根据天地之子说，玄天上帝本为天庭的第七子，亦被称为玄武。天帝作为道教信仰中的至高无上的天神，统领天上万神，而玄武作为他的儿子，自然拥有极其高贵的身份。玄武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神力与智慧，深受天帝喜爱。在天庭，他被赋予掌管北方天象的重任，特别是调控北方的风雨雷电和阴阳变化。因此，玄天上帝不仅代表着北方的守护神，还象征住天地间自然力量的运行与和谐。然而，虽然身居天庭，玄武却对人间的苦难充满了怜悯之心。传说中，玄武在天庭中观察到人间的疾苦，看到众生在战乱、贫困、疾病中的无助情景，内心深受触动。他不忍心见到这样的苦难持续，于是决心舍弃天庭的荣华，亲自下凡，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这一决定并非轻而易举，作为天帝的儿子，玄武需要放弃天庭的至高地位，承担巨大风险，甚至可能面临重重考验。这种放弃天庭荣耀，甘愿为苍生牺牲的精神，使玄天上帝在后世信徒心中成为无私、慈悲的象征。玄武下凡后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修行，最终成就了神格，被封为玄天上帝。玄天上帝不仅继承了天庭赋予他的神圣职责，还更加深入地融入了人间。他在世间行走，降妖除魔，消除灾厄，保护人们的平安。特别是在北方，玄天上帝的神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，带来丰收与繁荣。玄天上帝的形象随着这一传说逐渐确立，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位手持宝剑、身披铠甲的威严神奇，这象征住他不仅拥有统御北方天地的力量，还具有保护世人的勇气与决心。他的脚下常踏着龟与蛇，这两种动物是他神力的象征。龟代表长寿与稳定，蛇则象征智慧与变化。龟蛇相伴的形象寓意助玄天上帝掌控天地阴阳，调和自然秩序的能力。天地之子说具有丰富的宗教意涵。首先，他强调了玄天上帝作为天地之子的神圣性，这一身份赋予了他无可争议的权威与力量，使他成为道教信仰中的重要神奇。其次，这一传说突出了玄天上帝的慈悲与责任感，这也是他受到广泛崇敬的重要原因。在道教信仰中，神灵并非仅仅高高在上，而是与人间有着深刻的联系，愿意为众生的幸福而奉献自己。此外，天地之子说还反映了道教中的天人合一思想。玄天上帝作为天帝的儿子，不仅象征住天的威严与力量，更代表了天与人之间的连接。通过他的人间行动，道教信徒得以感受到天界对人间的关怀，并在信仰中寻求保护与庇佑。
天地之子说为玄天上帝的神话传说奠定了基础，塑造了他作为守护北方、保护人间的伟大神奇形象。这一传说不仅增强了玄天上帝在道教中的地位，还使他成为华人社会中广受崇敬的信仰对象。通过这个故事，人们感受到了玄天上帝的慈悲与力量，也加深了对道教文化中神圣与人间关系的理解。玄天上帝的神话传说中，凡人修炼成神的故事是另一个深具吸引力且广为流传的版本。这个传说展现了道教中修行得道的核心思想，强调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与修炼，可以达到超越凡俗，成为神明的境界。传说玄天上帝原本并非天生的神奇，而是一位普通的凡人，名叫玄武。玄武从小体弱多病，但他心地善良，对宇宙万物充满了好奇与敬畏。他年幼时便立下宏愿，希望能够修炼成仙，拥有无上的神力，来保护弱小，济世救人。在这个故事中，玄武并未被赋予高贵的神圣身份，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出现，这使得他的传奇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。玄武的故事起点是平凡的，然而他的心智和决心成为他最强大的力量，驱使他不懈追求修行之道。玄武的修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了挑战与困难。他在名师指引下开始修炼，深入山林，远离尘世的喧嚣，专心致志地追求道法。他在荒山野岭中苦修，经历了无数个孤独寂寞的岁月，忍受着极端的天气和食物匮乏的考验。然而，他从未放弃，始终坚守着心中的信念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玄武面临了许多诱惑与试炼，例如，妖魔经常化作美景或家人诱惑他，使其偏离修行正道。但玄武以坚强的意志力克服了这些干扰。他的修行不仅仅是对身体的磨练，更是对心灵的锻造，逐渐达到了身心合一、物我两忘的境界。这一阶段的故事表达了道教中的一个核心理念：修行是艰苦的过程，唯有不断克服内心的弱点和外在的诱惑，才能最终得道成仙。玄武的苦修历程象征住修道者必须经历的磨难，也启发住后世信徒对于修行的坚持与信心。经过千年的苦修，玄武终于达到了道法的最高境界。他不仅掌握了天地间的神秘力量，还通晓了宇宙的运行法则，成为了具备神格的存在。天帝被玄武的毅力和智慧所感动，于是赐予他真武大帝的封号，并让他统领北方，成为掌管北方的至高神祇。成为真武大帝后，玄武拥有了无上的神力，能够驱邪降魔，掌控风雨雷电。他选择继续留在人间，帮助凡人脱离苦难，并以自己过往的修行经验指导后来的修道者。玄武的成神之路不仅是个人修行的巅峰，也是他对众生的大爱的体现。凡人修炼成神的故事在道教信仰中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。首先，他强调了道教的基本教义，即通过修炼，凡人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，达到神圣的境界。这个故事鼓励信徒追求个人的精神提升，并相信任何人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，都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。其次，这一传说也强调了道教中的平等思想。在道教的世界观中，神圣性并非生而有之，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。这一观念使得道教的神奇更具人性化，
同时也增强了信徒对修行的认同感和向往。最后，玄武的成神故事还承载了道教中的济世精神。玄武在成为真武大帝后，并未离开人间，而是选择继续守护世人。这体现了道教中的成道后不离世的理念，即成就神道后仍然肩负住保护众生、维护天地秩序的责任。凡人修炼成神的故事，为玄天上帝的传说增添了丰富的精神内涵。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凡人如何通过修行达到神圣境界的过程，还展现了道教对于修行与自我超越的深刻理解。玄武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来的修道者，也让信徒们在面对困难时，心中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与希望。这一传说在道教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，并通过玄天上帝的信仰，广泛传播至华人世界的各个角落。